自从我昨天买了一条巨骨舌鱼之后啊，我一整晚都没睡觉，主要就是担心跟上次一样都会掉出来。不过还好，这一次鱼还活得好好的。按道理来说啊，今天可以给这条巨骨舌鱼喂食了。由于它的食量比较大呀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今天出去钓鱼给它吃。来，像那个地方啊，应该是有鱼的。哎，来了，看到没？说来就来啊！我就说吧，今天非常顺利哦。哎呦！还好我经常抓鱼，不然刚才这条鱼就已经跑了。现在就给你做一套野跑健操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上菜，看看这个生鱼片，真的是太诱人了，我都想吃了。这么新鲜的鱼肉啊，如果说你这都不吃，那你是真的太对不起我了啊！第一次喂食啊，直接就吃了一块肉，赶紧多喂一点。难怪这种巨骨舌鱼啊，最大能长到3米多长。我这一条还只是个鱼苗啊，吃一口就这么大了。哎，这巨骨舌鱼真的是太能吃了，还是那么一丁点鱼肉啊，咱们直接拿去喂鳄鱼算了。但是这小鳄鱼啊，是真的好挑食，这一块鱼肉啊，连一根鱼刺都没有，就算放到它嘴里面，它都会吐出来。这已经是好几天都没有吃东西了，你们帮我想想这该怎么办？我就问你能不能养点海洋生物？居然你们都想看啊，所以呢我就花巨资弄了一套新鱼缸，以后就用这个养海洋生物了。来，先把鱼缸组装起来，还有鱼缸自带的管件啊，也要给它组装起来。好嘞，直接搞定。这一套鱼缸啊，颜值是非常高。你看这个底滤舱，过滤效果绝对好。这最上面的一层鱼缸就是用来养鱼的了。这里居然还有鱼缸的倍率设计，也是非常不错。都弄好之后呢，咱们直接开始放水。好，水已经放好了，再来把这些有用的东西全都放进去。首先就是珊瑚沙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倒下去这一过程啊，就有点像瀑布一样，还挺好看的。当然，海盐也是少不了的。但想知道水到底有多咸了，这尝一下不就知道了。这水真的是咸得我的嗓子眼了。好吧，水调好之后，再来把珊瑚石给它放下去。听说这个石头上啊，以后会长一些海葵，不知道是真是假，反正过一段时间之后，咱们就知道了。好了，这个海缸就已经终于弄好了。所以呢，大家最后想看我养什么海洋生物啊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今天网络热门关于事件，奇葩事件。奇葩事件，像这种连内脏都没有的怪鱼，我也是第一次见。但是很多不懂鱼的媒体就到处转发，震惊某某男子捞到了一条凹腹鲤鱼、空腹鲤鱼等等。虽然他们是有这个症状，但有没有可能这不是鲤鱼？真正的鲤鱼实际长这样，特别是在尾巴下端的颜色是叶红色的，而不是像这种纯黑色。还有鳞片，如果是鲤鱼的话，按照这个体型的话，应该还要更大一些。我刚开始还以为这是一条草鱼呢，但是我看到它的头部的时候，这应该就是一条鲫鱼。但是鲫鱼也分为很多个品种，像视频中这么大一条的，应该是一条工程鲫，又名香云鲫。你看这图片里面的这条鱼，这是一位钓友钓起来的，跟视频里面的这条鱼对比，简直一模一样。至于这条鱼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，其实原因还挺多的。有人说是得了腹水病，或者是这鱼的肚子里面寄生了面条虫，还有的说这是被核辐射了。你们觉得哪种可能性更大呢？万般的努力，只为出人头地，低头弯腰。这是一位大哥在公园里面钓起来了一条带蓝色的怪鱼，养过鱼的应该都知道，这就是一条锦鲤。至于这条鱼为什么会变成这种蓝色，很有可能是某个养鱼佬用亚甲基蓝浸泡的时间太长了才导致的。而亚甲基蓝其实就是一种养鱼的药剂，如果鱼身上得了一些病，就比如水霉、白点之类的，就可以用这个来进行治疗。而且这个东西如果一不小心沾到手上了，这都有点难洗掉。你看这大哥主页里面还不止钓起来了一条呢，但是这条鱼最终是被豆瓣先生他们花高价格给他收过来了。我还特意去看了一眼，这也确定了我自己的观点。这条鱼的尾鳍旁边颜色都是从深到浅，这明显100%就是用亚甲基蓝泡出来的。视频中这条怪鱼就很有意思，这不用猜就是一条鲢鳙，这是一种滤食性鱼类，你就可以把它的鱼鳃比作是一个漏网，它就是靠这个在水中里面捕捉浮游生物来进食的。但是视频中出现的这条鱼是浮在水上层，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，可能是这个钓鱼佬刚打完窝，然后水面就有一层没有下沉的窝料残留物，刚好这条鱼闻到气味就慢慢浮上来，大口大口的滤食了。但还有一种可能性也会导致这个原因，就是水体缺氧。但是看这个视频里面也就这一条鱼浮出水面，那也就证明了这个水体不缺氧。真缺氧的话，那这片水域的鱼都会浮出水面。我看评论区还有很多人都说这是一条引路鱼，你去抓它的话，它就会要了你的命。其实这个就只是民间说法而已，并不科学。最后这位大哥说是把这条鱼弄起来给它炖了。花2万多买一台鱼缸是一种怎样的体验？刚好现在鱼缸已经到货了，哇，这个鱼缸是真的大呀！先来把这个大家伙卸下来再说。大家之前不是一直都说我养的鱼都特别小吗？所以这一次我订了一台水压的鱼缸啊，这个长度足足有2米长。赶紧开箱看看这鱼缸长啥样！哇，太帅了！哎呀，接下来就要给这个大家伙组装起来。
不到几分钟就已经组装好了，真是太酷了！这个啊，怎么样？哎呀，这真的是比我预期还要高啊！特别是组装起来之后，也是我这个整个工作室里面最大的一台鱼缸。这是一台水压198的龙缸，很多人都在网上看视频图片是看不出对比的，一定是自己使用。所以说这种缸还是值得我们大家去玩的，这是一步到位的缸，它能够让你用到上岸。接下来就要把所有的鱼缸盖全部都给它摆放整齐，然后鱼缸过滤舱里面的滤材也必不可少，这个也要全部都多放一点。滤材放好之后，咱们再来安装鱼缸灯。这个对于我来说轻轻松松就能搞定。总算是给它安装好了，这个效果看到没？真的是瞬间拉满。但是现在水还没有放，那咱们下一步就直接开始往里面放水。足足放了半个小时才把水放满。不得不说呀，这个鱼缸的水一放下去之后，就感觉真的有了灵魂。当然，消化细菌也是必不可少的，这个就必须多倒一点。再来往鱼缸里面丢一条试水鱼，等这个鱼缸的水养好之后，就可以开始真正的养鱼了。兄弟们，开这个缸是真不容易啊，整整花了一个下午。现在正在养水的这个阶段啊，至于这个鱼缸到时候养什么鱼呢，我还真没有想清楚。那这个问题就由你们来决定吧。除了巨捕蛇鱼，到底还有哪些鱼都有击杀特效？正好今天就拿我养的这些鱼来测试一下。这次除了小金鱼以外，我还特意准备了泥鳅用来投喂。当然了，也有不少粉丝建议让我投喂火龙果，所以呢，这个也必须安排一个。既然东西都已经到齐了，那咱们直接开始测试。首先第一个登场的就是泥鳅，这个是所有猛鱼的最爱。不过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这些泥鳅被吃掉之后，好像没有任何反应，就算是红龙鱼吃了，也没有任何击杀特效。从目前的局面来看，我感觉这个泥鳅想看到击杀特效是没希望了。那咱就直接换成小金鱼进行测试。至于巨捕蛇鱼，我就不用多说了吧。但是令我万万没想到的是，鳄鱼上去了也有这样的效果。再来给这条小红龙也投喂一条试试，按道理来说应该也能做到扩鳃的这个动作。来，我就说吧，我们再来看看这条魔神鱼又会有怎样的表现。哎，漂亮！但是我发现它的鳃盖好像没有喷出红色的液体，而旁边这个鱼缸里面养的猛鱼都太小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就直接跳过。好，咱们再来投喂火龙果，这就要麻烦小助理去帮我把车上的火龙果给拿过来一下。先生，你啥时候又换新车了？哪有，这是我在瓜子二手车上买的21款特斯拉 Model 3，才花了9万9，比新车便宜了13万多，但开起来跟新的一样。现在新车掉价快，在瓜子买二手车很划算，而且瓜子每台车都有经过官方专业检测，还能先试开3天，放心买就行。现在去瓜子收车好省，你也能9万9买特斯拉。好，那我也去试试。现在火龙果也有了，不过就是大了点。首先咱们要把它切成小块，终于全部都切完了，手都给我染红了，我觉得这个一定行。先来给这条大魔神鱼测试一下。过去就是一口，而且你们仔细看看，果然投喂火龙果的确是有击杀特效的呀，虽然不是很大，但已经有就不错了。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不要投喂这些水果，毕竟它们都是吃肉的嘛。但是有些鱼啊，吃些水果也是没问题的，像我这些吉螺鱼就吃的特别棒，只不过就是没有击杀特效。总结一下，目前我这里有击杀特效的鱼一共有鳄血鳝、巨捕蛇鱼，还有这条小红龙。当然，这条魔神鱼吃火龙果的那个片段也可以算进去。也许是我这里养的猛鱼都太小了，所以呢，这击杀特效并不明显。所以呢，以后我打算弄一个巨物缸，以后用来养超大个体的猛鱼，到时候咱们一起来期待一下。你们期待已久的小丑鱼终于到货了。正当我准备把鱼放下去的时候，我才发现昨天放下去的西瓜刨已经凉拌了。啊，真香！我就知道该来的还是会来。不过你看这火焰虾一点事情都没有，还有海螺跟海星看起来都很健康。看了一下鱼缸中的盐度刚刚好，看来问题也不大，过温过水已经差不多了。而且这次我还买了海葵，我很期待把它们放下去之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效果。先来看看小丑鱼怎么样了。说实话，这也是我第一次这么近距离接触小丑鱼，但也比我想象中的小很多。再来看看小丑鱼的好搭档，没错，这就是海葵。卖家说啊，这是荧光海葵，看起来还真的有点荧光耶。这里还有一个迷你版的，暂时就先这样放到珊瑚上就可以了。这才不到1分钟的时间，你看这海葵的变化有多大？我也顺便查找了一下小丑鱼的生活环境，但作为新手小白，我也是第一次养小丑鱼，不知道有什么需要注意的没？来吧，先拍张照片记录一下。这已经是挑战养100种鱼养的第12种鱼了。最后你们还想看我养什么鱼啊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